大家好，在缅甸地震的全球关注的视野中啊，泰国的审计署在建大楼的倒塌成了热点中的焦点。那今天啊，泰国电视台叫 Thai Rough TV 啊，在它的这个热门节目中啊，就对这个审计署大楼呢进行了深入报道啊，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这种公众的讨论。这个节目啊是以犀利的调查手法呢，揭示了这一起事件背后可能存在的一些问题。那么节目的主持人啊，一开始就切入主题，看这就是钢材问题。那这句话呀，瞬间就抓住了观众的注意力。那节目呢，邀请了泰国建筑行业知名的专家，叫 Dr. Pangsahong 啊，这是泰国建筑业的一个网红啊，进行了专业的分析。那他首先啊就讨论了中国钢材的这个生产和出口情况。他指出啊，中国啊因为产能过剩，大量向泰国这些国家出口啊，价格较低的钢材啊。虽然他表示理论上钢材的这个弹性特性啊不应该有太大的差异，但是他也提出啊，这次事件中使用的钢材啊可能存在问题。节目啊播出了社交媒体上流传的这个建筑物倒塌的照片，显示啊大量的钢筋断裂。那这些钢筋啊被网友描述为钢屑啊，质量是令人怀疑的。那更令人担忧的是啊，专家通过断面的分析，他就指出了这些钢筋显示出外硬内软的这种特性。断裂面呈漏斗状或者锥形，这就表明啊钢材内部的结构不均匀。那这个节目呢，特别关注了所谓的 T 型钢筋的问题啊，这种带有 T 标识的这个钢筋啊，它是经过特殊的热处理工艺，包括呢快速的温度变化处理和非常规的这种冷却方式，导致钢筋呢结构不均匀啊。所以这个专家就明确指出啊，这种钢材在受到扭曲和应力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内部断裂啊，强度会迅速的下降，因此啊不适合用于会有晃动的这种高层建筑。泰国的工业部长在现场考察也成了这个节目的焦点。那记者报道啊，工业部长在看到这些钢筋之后啊，表示仅看上一眼啊，我就感到震惊啊，并立即安排要收集6种不同规格的钢筋样本进行检测。工业部啊这种不寻常的这个安排，媒体呢见证了这个测试过程，也显出这件事确实也引起了这个高层的重视。那节目播出之后啊，在 Thai Rough TV 的视频下方啊，就出现了大量的评论啊，就反映了这个泰国民众啊对这个事这种强烈的这种情绪和他们比较深刻的见解。许多网友就直指腐败问题。有一位评论者呢，就直截了当的写道：泰国呀，猖獗的腐败是这个正在崩溃国家的灾难。另一位网友呢，则表示呢，我们交税就是为了让官员和政客贪腐。关于钢材质量评论几乎一边倒的表示怀疑一些网友描述到曾经见过有人呢制作中国钢筋的模板直径大概像手腕大小但能用徒手弯起，所以这种欺诈的性质是变不了的。有多位网友呢就质疑这些钢筋叫豆腐钢表示呢就是暗示它的质量是很差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呢，有一位自称建筑行业从业的评论者透露我们这些工人多年来都知道这些钢材不太用大号钢筋，因为大家都知道它很脆，我们称之为脆钢或者冷冻钢，多数都来自中国或者是在泰国设厂的中国公司所以许多网友呢不仅质疑这个钢材，还对这个混凝土质量呢表示担忧。说混凝土松散成颗粒了，那不仅和钢筋粘合不了，看起来就像混合了这个泡沫一样，所以他们对建筑结构整体就提出疑问另外呢就是支柱太小了，就是建筑下面支柱小的像单家独户的住宅，反映他们对整体设计和施工都是不信任的。当然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呢，就是一些网友对工业产品标准局它这个审批过程提出质疑，是谁授权中国的钢材的这个认证的？谁允许他建高楼的？这反映老百姓对监管系统的有效性也普遍怀疑。当然更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呢，有很多评论是在讽刺这个说审计署去检查其他单位，当自己遇到问题的时候什么感觉所以这个
讽刺呢，也显示了确实是这件事件的这种特殊的讽刺性。那负责监督政府财务和项目的机构，而他自身的建筑却因为可能的腐败和管理不善而倒塌了。所以有网友就评论了，就总结了很多人的感受啊，说现在倒塌比建成后倒塌好，至少没有人在里面办公。所以这种不幸中的万幸的这种心态啊，就反映民众的对于政府工程安全性啊，它是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啊。那当然，节目呢还在质疑啊建筑倒塌它归咎于地震的说法啊。专家强调啊，如果地震是主因，那曼谷的其他建筑也应该受到影响啊。但事实并不是这样，是吧？他们说曼谷啊是位于地震的控制区域，所有的建筑设计其实都应该考虑到这一点。那泰国总理这个帕东滩也在现场啊，所以有节目的详细报道。而且总理呢是承诺将彻查此事，从项目的启动、设计、建筑审批到材料都要进行检查，并表示呢，如果发现违规行为，将严格依法处理，不会不惜任何人。节目也揭露了更深层次的问题，就是政府招标过程中啊，他倾向于选择报价最低的承包商，这就直接影响了建筑质量啊。刚才我们说的那个网红 Dr. Pansahong， 他呼吁不要只寻找替罪羊，而要从根本上你要检视政府它的项目的这个招标流程。当然更令人担忧的是呢，这件事件引发了人们对其他政府建筑安全性的这个担忧。就像他这个报道里说呀，在地震后第4天，尽管没有明显的余震，泰国曼谷的法院大楼和其他型的大楼也出现了裂缝，需要紧急疏散。所以曼谷市政府呼吁市内至少1000多栋的高楼要进行安全检测，说明这个问题还是非常严重和普遍的。所以泰国民众对这个事的关注呢，不仅是建筑安全，延伸到了政府采购项目腐败监管有效性以及跨国合作项目中的这个责任问题。那许多评论就在质疑，为什么这么重要的政府建筑会使用不符合标准的材料，以及监管它的系统为什么没有及早的发现这个问题。在建筑倒塌之后作为施工方的中国中铁时局呢，也出现了一系列的让人侧目的反应引发了更多的质疑。比如说有4名中国籍员工在灾区就是倒塌现场被封锁期间未经许可呢，就闯入了倒塌现场，试图取回大量的文件。那泰国警方就报告说这些人从大楼的残骸后方搬运出至少有32份文件，内容涉及到了建筑承包商、工程文件和施工说明这些关键资料。所以这些行为就违反了泰国灾害防治法，引发了对他们意图的猜测。那当然了，就像我们提到的这个中铁时局在事件后他就迅速的删除了国内网站和公众号上关于泰国审计署大楼封顶的报道和相关的这个新闻信息。所以这种信息清理就不仅让人质疑如果你的工程符合标准，你为什么要匆忙的抹去和它相关的这些公开记录呢？互联网是有记忆的所以中铁时局此前呢曾在多个场合宣传过这个项目是他们在泰国的重要成就，但是在事故发生后，他们采取了明显的这个低调的姿态，几乎没有任何官方的声明或者回应。所以这种前后这种态度的这种鲜明对比就加深了公众泰国老百姓的怀疑。当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呢，中铁时局在国内也曾经因为多起的工程质量问题受到过关注虽然作为中国大型央企的这个子公司是吧，中铁时局还是拥有丰富的这种建筑管理经验的，但是它的海外项目管理和质量控制能力也一直受到质疑。一些分析认为在国际项目里边由于监管环境不同，可能导致一些不符合标准的这种做法它容易被忽视。当然了，那这次更让人关注的是呢，就是在这次泰国审计署的大楼项目里边，是不是存在多层分包的这个情况就是主要承包商把工程分包给子公司，而子公司呢又可能进一步分包，这种多层分包的这种结构会导致责任分散、监管困难，以及最终会影响工程质量。所以在泰国的社交媒体上有人发现并且分享了中铁时局之前关于这个项目的宣传资料，就是中文的翻译成泰文，其中提到了项目的工期紧、任务重这些特点，却引发了泰国老百姓对
是不是因为赶工期而忽视质量的这种担忧啊？另外也有报道说呢，相关的中国企业在泰国当地聘用了大量的外籍劳工，包括缅甸的和柬埔寨这些工人。那么他们使用外劳啊，本身看起来没有问题，但是如果缺乏适当的这种培训和监管，也可能会影响施工质量。当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呢，在他的倒塌事件里边啊，泰国总理啊，他提到了要关注受影响的这个外籍工人，并且承诺呢提供平等的这个帮助。所以中铁时局啊，在灾后的反应呢，还包括他们试图通过外交渠道要处理这个事儿。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呢也参与了这个协调，那强调这个事儿还是要通过技术调查和法律程序解决。所以这种介入啊，表明这个事件已经进入到了外交层面，可能涉及到中泰关系的这么一个较量。泰国民众啊，对于这个建筑质量，主要还是因为就是考虑啊是质量而不是地震导致的这个项目的倒塌。确实啊，它是有合理依据的啊。从专家的层面上分析啊，就钢材样本的初步调查啊，一直到施工方的这些反常行为，都指向专家的分析啊，就是是有道理的。特别是就是可能存在严重的这个质量问题，特别是其他的建筑同样地震下毫发无损，是吧？而新建的这个审计署大楼呢，就完全倒塌，像橡胶一样摊一地，所以这种怀疑啊，就还是让人觉得有道理的。但是这件事最终它的调查情况会怎么样呢？还是充满变数。我们说呢，当前啊，泰国的政府啊，它是亲中的，那它的立场啊，可能会影响这个调查的透明度和彻底性。中泰两国啊，近年在经济、外交多个场合啊，合作还是比较密切的啊。但刚刚看到亚冬会就在哈尔滨，我的周边，泰国总理帕通丹还参加了东亚奥会的这个开幕式。那么在基础设施的建设方面啊，这种战略合作关系可能会对这种敏感事件调查产生很多你想不到的影响。所以呢，这一次事件啊，不光是一栋这个建筑物的倒塌，还是涉及到更广泛的这个问题，比如说国际工程项目中的这个质量标准和监管，以及政府采购的透明度和效率，以及跨国合作的这个责任划分。这里边有意大利的设计公司所以在这些发展中国家开展大型项目的时候，道德和合规考量是一个很重要的。但是不管最后调查结果怎么样吧，泰国审计署大楼这个事件会成为一个警示成为历史上的一个著名事件它提醒各方，你在追求效率和成本控制的同时你不能忽视质量和安全这些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标准。你只能以公开、专业和不偏不倚的态度进行彻底调查，才能真正的回应公众的关切防止类似悲剧再次发生。如果调查大大偏离了公众的预期，那可能泰国政府的威信也会受到很大影响，好吧？这就是这一期我们关于泰国审计署大楼倒塌的这么一个评论，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再见，拜拜。